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哦。那我们看到日经指数大概涨幅大概在5%左右，比起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全球约略在5.9%左右，当然是低于这个全球的这些基准哦。特别当然他们的政策现在是用所谓的贬值来救出口。我们看到日币在过去那段期间已经有这个重贬了大概10%左右，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哦。那为什么这个很多外资还看好这个日本的一些发展？所以老师您看日本的这些经济的状况，你会怎么看待呢？今年的日经指数是表现平平，平均股价全年上涨，就是主持人讲4.9%，但属于连续3年上涨，那全年它的走势是比较平稳的。那日经指数的历史最高纪录是平成经济泡沫破灭的那个1989年。那个时候曾经达到过38,915点，以后32年以来一直是掉下来以后缓慢爬升，现在是28,791点，离日经指数的历史最高点还很远。那去年9月，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宣布他不参加这个自民党总裁的选举，那么那个时候呢，日经平均股价是快速上涨，一度升到30670点。但是岸田文雄首相上台以后日本的股市一度下跌，这反映了政府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因为岸田文雄是主张财富重新分配，要调涨工资，要提高资本利得税，那么这些政策就是都属于岸田文雄那个新形态日本资本主义那个说法。那这个欧美股市去年是上涨明显，年涨幅超过20%。美国的股市我们已经讲过了，欧洲的泛欧股市指数去年上涨22.5%，是2009年以来第2大的年度涨幅。欧洲的银行和科技板块都表现出色，上涨是34%。那法国的 CAC 指数全年上涨29%，德国的 DAX 指数全年上涨15%。相比之下，日经平指数的这个涨幅显得很逊色。那为什么日本的股市不那么活跃呢？2021年日本实际 GDP 预计是增长 2.6%， 虽然增长幅度不高，但也不太差。那日本股市不振，不完全是企业经营艰难造成的，而是有它的结构性原因。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后日本股票的买家换了3次。泡沫经济时期以前，股票的买家主要是金融机构和公司互相持股。那泡沫经济崩溃，互相持股这种关系解除了以后，接盘的是海外投资者。那近2年呢，是日本银行和一些年金、公积金管理运用独立法人这样的政府机构在支撑日本股票的买入。那么现在这方面的作用正在减弱。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就由于日本的金融业是完全自由化的，日本的投资者可以自行选择投资日本的股票或者海外股票。那么这样的话，在日本股市缓慢爬升的年代里头，尤其是最近几年美国股市飙涨的情况下，很多日本投资者就不愿意买日本股票了。虽然很多日本越来越多的人都倾向于从储蓄转向投资，但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不满，那就是为什么只有日本股票不涨？于是呢，他们的资金就主要转投到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股票。当然，这就对日本股市是个打击，资金都外流了。那么日本股市爬升的慢，又导致了海外投资者也不买日本股票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日本人越多买美国股票，日本股市就越来越难快速复苏。那这又进一步导致美国投资者越少买日本股票。所以日本的这个 Nomura 就野村证券公司有个商品企划部长叫中村熙，他是说投资者正在把资金转投给让人感觉全球增长最强劲的美国，而且现在日本人可以通过美股专用的 APP 下单，像玩游戏一样简单，回家以后随便躺着就能实时买卖。那目前呢，日本和国际市场是普遍看好日本经济的复苏的。多家欧美外资券商都认为说，日本股票现在是处于股价低估的状态。那加上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低，所以日本股市今年的表现是可以期待的。